川普对美国国务院裁员了，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件事儿对世界的影响。受伤害的就有在美华人，还有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分享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2号。第一件事儿还是聊一下美国各大媒体头条，国务院裁员1300人，这儿仅仅是开始。那这件事儿对于华人呢，还有包括非洲、亚洲的国家有啥影响？你看一下他裁的都是什么部门，你不就明白了吗？我们看新闻来源，据 NBC 新闻，美国国务院大规模裁员，周五超过1300名员工被迫离开美国国务院。当然，他们也带走了作为美国外交使团成员数十年的专业技能和在职培训经验。那裁的都是什么人呢？既有驻外的大使啊，也有国务院总部的。第一个是反恐局，这个部门有啥用啊？好像跟你普通老百姓没啥关系啊。你别忘了，他反的是谁？反恐局制定了一系列打击国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行为。他打击的是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大家清楚啊，在有些少数族裔走在美国街头，我说在一些中部州或者南部州啊，他可能就会遭遇到一些歧视，而这个歧视啊，大多数来自于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个啊，老川是不愿意这种事出现的。好，第二个部门呢很重要，民主人权和劳工局。这个部门啊，三个词儿已经涵盖它的功能了。第一个，促进全世界的民主，打击独裁者；第二，劳工；第三，人权。实际上，国内很多人呢对当局不满，他有一个念想，就是说，我想像谁谁谁那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被美国国务院点名惦记，然后呢，以出国旅游或者出国就学的机会呢，离开中国。以前啊，确实很多人是这个渠道进入美国的，而办这个事儿的就是这个部门。以后啊，这种事儿可能就没了。第三个部门呢是国际科研合作，像一些医药啊，它要大量的和以色列、欧盟、爱尔兰、英国啊这些去沟通的，包括日本，这个局没了，各国啊只能研发自己的了。那我们看内部人是如何评价这个事儿。该机构的大规模改革已筹划数月，川普计划于5月底通知国会，作为该部门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重组一部分，数千名国务院员工将失去工作。该人士表示，民主与法律事务局大幅缩减，剩余的几个办公室将由一位负责民主与西方价值观的新任副助理国务卿管理。其中一项更为重大的变化是，许多专门负责世界不同地区人权的职位将被取消。这将使世界各地的独裁者，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将继续滥用他们的权利，监禁和关押记者与公民抗议人士，并增加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我们的正在帮助释放的政治犯的数量。政治犯在一些独裁国家，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极右翼啊，他都要打压这种反对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反贼。国务院啊，过去的几十年实际上也拯救了很多的反贼，不光是中国的。以后这种事儿就非常难了。那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人权与劳工局。老川一直讲美国至上，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旗号。当你看他干的事情啊，实际上就是孤立主义。你世界其他国家只要卖给我便宜的产品，我就多多欢迎。至于说你这个产品中间是否使用了童工、性剥削、剥削的少数族裔、加班加点、克扣这种事儿啊，以前是管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无论是特斯拉的供应商还是苹果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都有一个部门叫做合规部门。
这个合规接受的就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审查。如果你雇佣了童工剥削了员工，克扣工资，像这种情况，他就会被一票否决，从这供应商名单里踢出去。那苹果它本身资本家，他有动力干这个事儿吗？他应该是没动力。但为什么也要设立这种审查部门呢？这不就是一个国务院吗？因为国务院要审查美国的企业，我们作为全球的道德标兵，要走在最前列的时候，就要消灭这些不平等，企业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而检查考核的就是这个部门。这个部门要撤了，全世界上的劳工童工苦日子可能也就来了。我们说第二件事吧，说一个轻松点啊。老川呢，作为美国总统，他居然要剥夺一位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且对方跟他争吵了20来年了。我们来看看，特别有戏剧性哈。据 NBC 新闻，川普威胁要剥夺奥唐纳的美国国籍，总统周六威胁要取消喜剧演员的国籍，但从法律上讲，他不能这么做。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奥纳德不遵守我们伟大国家的遵守利益，他正在认真考虑剥夺他的公民身份，因为他对人类构成了威胁。如果他们想要他，他就应该留在美好的爱尔兰，上帝保佑美国。那从宪法上讲呢，美国总统没有权利剥夺某人的公民权利，尽管川普要威胁这么做。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人呢拥有公民权。根据资料显示，这位女士她是出生在纽约州康马克。那这位美国公民作为喜剧演员他当然得回应了呀。他是这么说的：嘿，唐纳德，你又慌了吗？过去18年，我仍然免费住在你的崩溃的大脑里，不是吗？后边还有呢。你称我为人类的威胁，但我就是你所害怕的一切，一个敢说实话的母亲，一个在你们纵火之前逃离这个国家的美国人。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在爱尔兰。奥纳唐还谈到了川普威胁要取消他的公民权，并把川普比为《权力的游戏》中的虚拟国王佛乔里。你想剥夺我的公民权利？来吧，国王，用橘子，我不会沉默的，我从来都不沉默。好，我们说第三件事。昨天我节目讲到了 MAGA 内部的内讧，还是那个爱博斯坦的名单，今天加剧了，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开始反川了，其中就包括他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将军，他也发推说你必须公开这名单，不然后面的事情大家都不相信了。当然了，还有卢杰还有那个卡森。那为啥他非要逼着自己的教主干这件事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老川一直在传播2个消息。他说第一个呢，华盛顿有一个深层的沼泽，我们得抽干这个沼泽。第二，爱博斯坦名单有民主党的大佬，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民主党战胜他们就必须把这个公开。这2个应该说言论吧，你说的谎言也行，或者是阴谋论，一直深深的刻在 MAGA 的脑子里。大家都盼着有一天爱博斯坦的名单公布，然后他们憎恨的或者是厌恶的民主党就轰然倒地了。好容易老川2进宫的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都是咱自己人了，你这时候你突然缩了，在理念上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好多人呢做了一件事情，你可以在视频看到，他们把那 MAGA 的红帽子扔在这汽油里烧了，一烧就是一箩有7、8个。这个视频你自己可以看到。所以说 MAGA 内部的事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仍然还要继续发酵。第5件事，老川的暴力驱逐还是闹出人命来了，没想到这么快。我们看报道，据美联社，加州农场工人在混乱的联邦移民执法中死亡。据加西亚的家人称，在农场的一次混乱突袭中，加西亚从30英尺高处坠落，
几天后不治身亡，就是在昨天的下午他去世了。什么原因啊？就是 SAE 在逮捕农场里的这些工人的时候呢，那这些人肯定要跑，而他从一个高处大概相当于10米吧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头骨骨折，身体也有骨折，当时就不动了。后来家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只能靠呼吸机维持。昨天啊还是人去世的。其实，在老川上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反对的声浪这么大，现在终于是闹出人命来了。我相信这个事儿呢，风暴还在酝酿当中，有可能会引发另一场的那个黑名贵。黑名贵就是白人警察执法压死了一位黑人嘛，当时啊可是席卷全国的。那这位拉丁裔被在执法过程中啊把命丢了。这件事儿在7000多万的拉丁裔里面呢，应该有所反响。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件事儿的进展。第5件事讲一个中国的，一直啊，中国的父母有一个理念叫养儿防老，但现在啊，年代不一样了。前几期节目我讲到，国内的失业率在高升的时候，很多人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每月要还房贷。当他没有收入，房贷每月得还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歪脑筋了。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公务员辞职啊，或者是做一些那个逼良为娼的事儿，但也有一些人啊，就惦记上父母的财产了，就是你先帮我把这房贷还了，不然的话，房子就得被银行收回去。那父母肯定觉得这房子或者我存款是一辈子的养老钱啊，和等着看病的钱，但孩子有时候顾不上那么多了。他总不至于把房子银行收去嘛。于是有的人呢，就串通了房产中介，冒充父母，把房子给卖了，卖了好几百万。来，我们看一下报道。据国内的婚姻新闻，独生子女串通中介骗走父母的1000万房产去做了抵押，因为抵押了以后他就有钱了。施先生夫妻住在上海黄浦区，他们拥有一栋价值1000万的3人共有房产。其女儿施女士于2023年1月未经父母同意，经过中介假冒二老进行了电子亮证，将房产过户至个人名下。那房子本来是他们仨人的，现在过到一个人名下了。3月，他又抵押房产贷款了900万。二老称当时并未到交易现场，而且是并未授权。女儿则承认找中介冒充了父母。黄浦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确认，当时仅靠肉眼核验了电子证，存在漏洞，建议报案。现在啊，已经是7月份，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为什么这事儿报了呢？第一啊，是这位父母知道房产证不见了；第二呢，是这位啊爆雷了，他不贷了有900万吗？现在已经进入了逾期的倒查。如果说银行发现你还不上，那房子啊也就归了银行了。至于说这900万去哪儿了，还是个谜。我们持续关注吧。好，这5件事儿您有什么观点？欢迎咱们在留言区留言，谢谢，再见。